常言道，父母之心，愿子女享富贵，得安康。普天之下，父母无不怀此情，他们期望孩子健康、平安、富贵、吉祥。父母努力事业，渴望为子女积累无穷财富，盼其一生富足。然而，须知福报有定，若孩子福分不足，即便留下再多财富，也难以承受和守护。孩子的未来福报，取决于父母的培养方式。若父母有智慧，培养孩子的德行，真诚善良的修复，便能为孩子积攒无量福德。提及明朝罗洪先，才华横溢，20余岁便高中状元。他性格正直，因不满官场腐败，感慨人生无常，遂辞官隐居，决然出家，史称状元和尚。出家后，他伪装愚钝，甘愿承担最苦之杂役，如劈柴挑水，以此磨练心性。历时13载，出家前他已有妻儿，儿子长大后已高中状元，父子皆中状元，实为罕见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尽管妻儿坚信他，但他出家后音讯全无，无处寻觅。或许是亲人思念之情真切所致，状元和尚突发归家探亲之念，遂返回故里。抵达儿子之状元府邸，家仆误以为和尚前来化缘，遂入内禀告夫人。夫人天性仁慈，命仆人赐予施舍，然和尚拒不收纳，只求一现主人。仆人误解和尚贪心，再报夫人，夫人复命施舍，和尚仍不受，提笔留诗一首：豆米千钱我不求，13年返故里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仆人将诗呈夫人，夫人观后惊异非常，急奔门外。然和尚已去，夫人即遣人寻找，终不复见。此事恰合现今多家庭之景，全家为孩子劳碌，年轻时言待孩子长成则轻松，然孩子长成后又忧其事，无时轻松。各家庭竭力培养后辈，然后辈表现各异，除与家庭贫富文化相关外，根本在于孩子本身福报是否足够。父母的责任不仅在于为孩子的未来努力，更在于积攒孩子的福报，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孩子应理解善行必有好报，多做善事必得善果。若有机会，带领孩子多行善事，多积阴德，将对他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。现今举办满月酒、成人礼、升学宴等风尚盛行，条件允许的家庭甚至举办数十桌宴席，桌上满是生命。然而，为了孩子的生日宴会而牺牲生命，实非明智之举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生命债的归属是一个深刻的道德和哲学议题。在当今社会，虽然难以完全避免婚事，但至少应尽量减少杀生，选择适量而非过量的肉食。作为父母，
理解如何为孩子积累福报，真正为孩子着想，是需要理智学习和思考的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为我的孩子留的。正如古语所说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父母应当尽力为孩子积攒福报，广积阴德，做善因之事。这不仅是对孩子的爱，也是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。假设一个人的福报总额为10万，如果父母从小溺爱，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，如美食、好酒，甚至花钱为他买学位，那么在他大学毕业前，这10万的福报可能就已经耗尽。毕业后，他可能会发现赚钱变得异常艰难，因为他的福报早已用尽，这是十分可悲的。我们常看到大学生为小学生打工，许多老板可能没有高学历，但我们不应轻视他们，因为他们拥有福报。没有文化不一定意味着会饿死，但没有福报，即使一时富裕也难以持久。即使家庭富裕，在养育孩子时，也不应过度花费不必要的金钱，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消耗孩子的福报。许多人幼时风光无限，但成年后却变得可怜，因为他们过早地消耗了福报。古人常说，应培养老年的福报，年轻时不宜过度享受。若将老年的福报提前消耗，宇宙的规律是无法替代的。孩子若损耗了福报，必须自己慢慢弥补，这是他人无法代劳的。过分关心孩子，不愿放手，可能会导致孩子将来难以成才。过度的关心可能变成牵绊，损害了孩子的福报，使得他们必须在未来的艰苦中重新积累福报。在福田的哲学里，长辈和前辈扮演着我们的福田角色，我们应当对他们表示敬意。当我们成为长辈时，年轻一代也会对我们表示尊敬，这是因果律的体现。我们应该更加关心和照顾长辈，而不是仅仅关注晚辈。如今很多人更倾向于关心孩子，而忽略了父母。但未来当孩子长大并拥有自己的孩子时，他们也可能更注重自己的孩子，而不是父母。这正是因果循环的运作。古人常说，不必给孩子留下过多财富，若孩子有出息，他们不需要这些钱；若孩子无出息，留钱给他们反而可能导致败坏。这里所说的留钱，指的是不要过分专注于物质财富的积累，应根据个人情况适度给予，这是宇宙的法则。有人问，那应该留给孩子什么呢？答案是留阴德，即通过行善事积累德行，儿孙自然能获得福报。将财富投资于阴德的银行，是对后代最好的馈赠。许多家族通过行善积德、持斋念佛，使得后代生活得很好。弘一大师的父亲在当地被誉为礼善人，而虚云和尚的父亲也被尊称为消善人。有福德的人，
往往能吸引有福德的子孙。天道是公正的，正如古人所言，富不过3代，意味着若德行不佳，富贵不可能持久，富人可能变穷，而穷人通过努力，若德行提升，福报增加，也可能变为富人。这是因果律和能量守恒的体现。富人常愿为孩子花费巨资，提供优质教育。尽管世间教育有其价值，但福德教育更为重要。给予孩子福德教育，比知识和技能教育更有益。我们不应损害孩子的福报，即使有钱也应施舍，不应认为施舍后孩子会缺钱。天道不会亏待人，施舍的是金钱，回收的是阴德，这些阴德自然会庇佑后代，让孩子经历一些苦难，有助于他们的成长，未来才能避免更多的苦难。父母若真心想为孩子积攒福报，应将多余的钱用于布施和行善，以此积累阴德。这样做是顺应天道，天自然会照顾好孩子。有些人一心只想为孩子谋求幸福，赚取大量金钱留给孩子，甚至使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财富，这实际上可能害了孩子。父母不能替代天的角色，他们也应该顺应天道，不应擅自做主。许多人留给孩子大量财富，结果孩子却挥霍一空，变得任性不驯，让孩子经历一些苦难，实际上是为他们积累福报，这是好事。父母若真心想为孩子积累福报，应该多行布施，包括财布施、法布施和无畏布施。若有剩余的财物，应多用于积德行善，通过布施来修得无尽的财富和智慧。我们应通过多做善事，让儿孙自然获得福报。最好的教育还是福德教育，它胜过知识和技能的教育。福报源自一颗懂得珍惜的心，要为孩子培养福报，应从自己做起，先实行布施，培养孩子断恶行善的习惯。我们之所以要避免作恶，积极行善，是因为存在因果关系，种下善因，便会收获善果；种下恶因，则招致恶果。我们不应做坏事，而应避免恶行，积极行善。在教育孩子时，要教导他们懂得感恩和孝顺父母，孩子自然会听话。若孩子顶撞父母，未来他们也可能顶撞你。我们应该将美食先给父母享用，而不是总是全部留给孩子。过分溺爱孩子，提供过好的物质条件，可能会损害他们的福报。我们应该更加关心照顾长辈，而不是只关注晚辈。有这样的一则故事：高耸巍然的大雄宝殿里，一个少年正在对着佛祖焚香祈祷。他将3炷香插进香炉，轻声念叨着，希望佛祖保佑他科举中榜，升官进爵，报效家乡。讲完后又跪拜了数次，这才站起身来离开。佛祖望着下方的少年，
微微一笑，并未言语。旁边的阿难尊者问佛祖：这个少年极为上进，发的也是善愿，您为何不应允呢？佛祖只是一笑，缓缓说道：还差了一炷香，差了一炷。阿难尊者看看香炉中烟雾袅袅的3炷檀香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转瞬间过去了10年，曾经青涩的少年已然成长为俊逸的青年，英姿飒爽。当年的科举，他虽说没有考中，但是转而弃文从武，成为了一名武将，在军中立下了赫赫战功。这次还乡，乃是特意回来操办喜事的。青年如同从前一般，点燃3炷檀香，虔诚跪拜，祈愿佛祖保佑下官缔结美好姻缘，妻子贤惠，夫妇和睦。说罢又重重地磕了好几个响头。而阿难尊者见到这番情景，感慨万千，转头却看见佛祖依旧是微笑不语，不由说道：佛祖，您为何又不应允他呢？佛祖笑道：依旧是差一炷香。转眼光阴又过10年，青年人已步入中年。他再一次踏入大雄宝殿时，额头上已然隐约出现了几道皱纹。由于受到妻子家族的牵连，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此时已经被贬谪为地方小吏，郁郁不得志。人到中年的他焚香磕头，低声祈祷，祈求自己的儿女能够努力读书，完成自己未尽的事业。阿难尊者看看他，又瞧瞧微笑不语的佛祖，心中叹道：到底还是差了一炷香。又过了10年，曾经的中年人已是头发渐生华发，步入老年。此时的他早已解甲归田，安居乡野，再没有从前的宏大志愿。老迈之人像从前一样燃起3炷檀香，叩拜说道：佛祖，之前我前来许愿，您从未满足过我，但是这一次，请您一定要成全我的孝心。想当年我父亲早逝，是家中的老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抚养长大，如今高堂年事已高，只愿他老人家身体安康，除此之外再无他求了。阿难尊者最为善良随喜，听到这话已然不忍扭头去看佛祖，却发现佛祖已经面带笑容，微微点头道：那就如你所愿吧。老年人走出寺院，还未到家，喜讯已经远远传来，他的2个儿子竟然同时高中朝廷文武状元，并且朝廷还颁下诏书，洗刷了他的冤屈，让他官复原职，连升3级。然而这一次，老年人却最终没有赴任，他已然决定从此留在家中，照顾年迈的母亲。至于大雄宝殿中为母亲祈祷的那一炷香，自然再也没有中断过。父母如同大树的根，孩子则是枝叶，若父母未能得到孝顺的滋养，树根就会断裂，树木随之枯萎。相反，若父母得到孝顺的滋养，树枝就会繁茂，
子孙的福分也会深厚，代代相传。正如古语所说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祖先的美德能够庇佑后代，长期的阴德积累越深，福报就越庞大，这必然能造福子孙。常言道，人行善，天知之，必有福报。所谓的行善，就是积累美德。一个人积累的美德越多，福报也就越丰厚。长期积累的阴德不仅能让个人远离灾难，延长寿命，增加财富，还能恩泽子孙，带来无尽的福祉。作为父母，应当为子女积累福分，多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，这样子女在父母的榜样影响下，也会理解这个道理，从而用这个道理去过好自己的生活，传授给孩子这种立身处世的原则，比给予金钱财富更为重要。父母对子女的爱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方式需要谨慎。世界上最宝贵的礼物不是金钱财富，而是道德和智慧。希望所有父母都能铭记，不要仅仅为了子孙而劳碌，不要只追求眼前的小利益，而要为子女积累长久的福报。只有建立美德，才能让子孙世世代代受益。愿所有父母都能以身作则，用道德教育子女，用智慧和慈悲滋养每一个生命的成长。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子女和父母的姻缘。人生的一切相遇都是因缘所系，没有缘分就不会相聚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夫妻和子女之间的缘分是最为深厚的。然而每个人的因缘各不相同，既有善缘也有恶缘。对于子女来说，有的人聪慧伶俐，孝顺能干，能给父母带来幸福的晚年，而有的人则愚钝懒惰，品行不端，给家庭带来拖累。民间常常将前者称为还债的，将后者称为讨债的。印光大师言子女存有四因，即四种成为子女的因缘。其一为报恩，其二为报怨，其三为还债，其四为讨债。第一众缘乃报恩，此较好理解。于过往一生，你同此孩子有缘，前世你对其有恩，故孩子遇你便满心欢喜。来报恩的小孩甚是让人省心，其聪慧乖巧，听话懂事，乃典型的他人家之优秀孩子，堪称孝子贤孙，令人艳羡不已。第二众缘为报怨。所谓报怨，意指在过去一生中，你们乃冤家对头，他来到你家，乃是为了报怨报仇，这般便麻烦大了。此孩子或许会令家中不得安宁，鸡犬不宁。务必助力孩子与家中父母多进行心灵沟通，以增进彼此间的感情。第三众缘是还债。还债顾名思义，即孩子上辈子对父母有所亏欠，故而此生孩子会对父母的物质生活照顾有加。然而具体要还多少，
还需视亏欠多少而定。若亏欠较多，孩子常大赚钱后便会对父母极好，确保父母物质方面颇为优渥。若亏欠较少，则只会勉强给足父母生活费，不会过于在意他们的生活状况。第四重缘乃讨债。讨债之意为在上辈子，父母欠了孩子的钱，但未欠其命，故孩子来到这个家庭，也不会给你带来过大的坏处，不会引发祸端。然而你所赚之钱就需归还于他，具体要还多少，需看所欠多少。还有一些会将父母视作佣人，即便成家立业，亦要等待父母照顾自己，成为一个啃老族。若无以上这四种缘分，便无法成为一家人。有福德的人生的孩子，很多都是来还债的，而来讨债的孩子，很可能是没福德的人生的。来报恩的孩子，有的是来报恩，有的是来报怨，这都是因为往西发的愿。怎么发愿呢？比如，哎呀，你帮帮我吧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孩，就是发这样的愿。你看这个愿不要乱发，发了就要实现。很多人求人都是这样的，发这样的愿。还有些孩子是来报怨的，当初也是发愿，我死了做鬼也不放过你，那因缘成熟就来投胎做你的孩子，长大了还不断折腾你，他就是来报仇报怨的。相信因果的人都说，孩子与父母之间如同一场轮回。佛语有云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前世因，后世果。其实儿女和父母的相遇，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，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的儿女，都是缘分的安排。有的孩子来到父母身边，带着前生的宿命，报偿今生的因缘；有的孩子带着前世纠葛的孽障而来，这一生还清恩怨。通常来说，来报恩的孩子身上一般都有这几种明显特征，很好分辨：一、自觉自愿。子女幼时虽然有很顽皮的一面，但是细心的父母可能会发现，在很多关键的事情之上，他们往往特别的自觉，感觉是自愿而为，并不需要父母操太多的心。例如，有些孩子从小就模仿父母的行为举止，对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会主动去完成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在学习上也会自觉听话，不需要父母过多的操心。他们还在某些方面展现出自己的特长，这些都是让父母感到宽慰的表现。报恩的子女通常会早早地表现出成熟和懂事，他们会观察父母的行为，模仿和学习父母的做法。看到父母忙碌，他们会主动帮忙做家务，并且能够理解父母的情绪和心理变化，适时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来满足父母的需求。当父母感到烦躁时，他们会安静地陪伴，或者自己安静地做事，避免打扰父母。当父母或家人生病时，
他们也会尽自己所能去照顾。报恩的孩子通常怀有感恩之心，他们明白父母养育之恩重如山，因此心怀感激，体贴父母。长大后，他们会成为父母最坚实的依靠。佛语有云：事出世间，莫不以孝为本。懂得感恩的孩子，是家庭中最大的福气。在《宝莲灯》故事中，沉香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他年纪轻轻就决心劈山救母，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。沉香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。还有这样一则公益广告，一位年轻妈妈给孩子讲完故事后，去给自己的母亲打水洗脚。年幼的孩子看到妈妈的举动，便跑去卫生间，摇摇晃晃地端来一盆水，对妈妈说：妈妈洗脚。妈妈看到这一幕，感到非常欣慰。俗话常说，羔羊上之跪乳，乌鸦欲求反哺。懂得感恩的孩子，会从内心关心父母，竭尽全力为家庭付出。这样的孩子，前世与父母有过恩惠交集，结下了善缘，因此今生来到父母身边报恩。而那些不懂感恩的孩子，前世与父母有过节，产生了怨恨，所以当机缘成熟时，他们便来到父母身边寻仇讨债。他们把父母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，不懂得感恩。懂得感恩的孩子是来父母身边报恩的。一个家庭最大的福报就是养育出感恩的孩子，他们愿意守在父母身边。作家龙应台曾表示，父母与子女间的缘分，即为你凝望着他逐步远去，他以背影向你表明无需追赶。许多孩子纵然出色，然而长大以后却会跟父母相隔千里，愈发渐行渐远。作为父母，总是期望自家孩子能够成龙成凤，目睹别家孩子成绩优异，出国留学，便心生艳羡。实际上，成绩好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奔赴远方，远渡重洋，留给父母的仅有无尽的孤寂以及冷冰冰的钱财。当父母需要陪伴之际，只能听到来自远方的声音。平日里最为寻常的陪伴都成为了一种奢望，尤其是年老体衰且多病之时，那些辛酸与绝望是他人无法领会的。而那些守候在父母身旁的孩子，恰恰是前来报恩的。他们或许天资一般，学习成绩并不理想，但是他们知冷知热，随叫随到，守护在父母身边，照料父母的晚年生活。平凡普通的孩子，虽说没有太过出众的成绩，可他们的父母却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。这种幸福是多少金钱都无法换取的。警世通言中有言，自古以来忠孝难以两全。成绩卓越的孩子会远走高飞，而平凡的小孩却可以时常陪伴左右。不要认为孩子没有出息，只要他们品行端正、善良坚毅，即便无法大富大贵，那又有何不妥？平凡的孩子就是来报恩的。
人生便是如此，简单的陪伴就是最为美好的幸福。缘起缘落，缘聚缘散，缘分这件事物乃是因果注定的。除了来报恩的孩子，也有孩子是来父母身边报仇讨债的，否则我们不会有不孝子和败家子这些说法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类孩子并不罕见。以下几类孩子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来找父母讨债的，这也许就是天意。第一类是那些有钱家庭的孩子，容易成为败家子。为什么会有败家子出现在有钱家庭？因为事物总有盛衰起伏。古人说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以前家庭富有，但出了一个败家子，导致家道中落，甚至绝后。父母从底层打拼，积累家业，但对孩子过于溺爱，不让他们在社会上经历风雨，结果孩子缺乏开拓或守业的能力，导致家业一代不如一代。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，天道是平衡的，不可能让某个家庭永远富有，因此老天会派一个败家的孩子降临。第二类是对父母不孝的人，往往会生出不孝的孩子。古人说，孝顺还生孝顺，子无逆还生无逆。孝顺的人十有八九会生出孝顺的孩子，而忤逆的人十有八九会生出不孝的孩子。父母的行为和态度会深刻影响孩子的性格和观念。李先生在40岁时对待父母极其不孝，即使父亲住院也不去照顾，这些行为都被他的儿子看在眼里。20年后，李先生也到了60岁，他生病住院，需要儿子照顾，然而儿子以工作繁忙为由没有出现。李先生望着不孝的儿子，回想起了自己当年的行为，这正是他过去不孝顺父母的报应。那些对父母不孝的人，他们的子女往往也不会孝顺，他们种下了什么恶因，未来就会结出什么恶果。这种影响至少会波及3代人。第三，天生便与父母不契合的孩子。有些父母不单三观正确，还为人正直，可以说是正人君子，那为何他们还会和孩子产生矛盾，甚至与孩子关系疏远呢？因为有一部分孩子乃是父母上辈子的仇敌，上辈子父母得罪了孩子，这一时孩子自然就来报仇了，这便是所谓的冤冤相报何时了。这些矛盾与报应究竟会在何时终结呢？只要孩子和父母之间的爱恨情仇逐渐得以化解，那矛盾和报应就会结束。可以如此理解，有仇的报仇，有恩的报恩，才是化解矛盾的最佳方式。不该来的不会出现，而该来的我们无法躲避，只能坦然面对。有一部分孩子天生就与父母关系不契合，那父母也没必要责怪他们，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，将孩子养育长大便足矣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遇到命中来报仇的人，
你要感到欣慰，因为你终于有化解因果的机会了。第四，克父母的孩子是来讨债的。有人心生疑问，父母和孩子究竟是相生还是相克呢？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，既有相生的一面，也有相克的一面。相生相克就是阴阳平衡，符合前面所谈到的天道平衡的规律。有的孩子气运昌盛，使得父母拥有了巨大的财运，顺利赚到钱财；有的孩子气运浅薄，拖了父母的后腿，即便父母很富有，也都会走向衰败。隋文帝杨坚力晋王杨广为太子，后来杨广为了上位，竟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杨坚，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。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克父母的行为，即孩子对父母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李世民，帮助他征服了大半个唐朝的天下，最终使李渊登上了皇位。李世民的行为虽然也是为了权力，但与杨广杀害父亲的行为相比，李世民的行为并没有直接导致父亲的生命危险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克父母。所谓忘父母的孩子和克父母的孩子，并不一定直接关联于孝与不孝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后者往往会给父母带来麻烦，即使父母再有能力，也可能因为这样的孩子而逐渐走下坡路。这种情况往往与命运和气数有关。如果你发现某个孩子特别会给你带来麻烦，让你一生都在为他烦恼，似乎永远有操不完的心，这时可以采取以下几个策略。第一，好好教导，通过教育来化解与孩子的矛盾。可能你的孩子是来解决前世的纠缠，通过与你的亲子关系来完成这个过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人生心灵成长可能需要先处理好与他的关系，把它当作是你这辈子最艰苦的功课和挑战，用伦理和道德去教导他，化解过去的冤债，将其转变为另一种缘分。第二，化解障碍。如果孩子叛逆，双方难以沟通，经常导致家庭不和谐，可以考虑进行命理分析，比如八字不合等，然后通过化解来改善情况。第三，不要溺爱，适当保护孩子，避免过度保护、干涉和期望。作为父母，应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健康的父母，把孩子视为独立自主的个体。家庭是最好的学习场所，父母和孩子都在互相学习，无论父母还是孩子，都是在家庭这个道场上不断学习和成长。